Action！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主题，你知道吗？不知道今天要谈手汗。哦，流手汗。对，你会不会流手汗？我不会。那我呢？我好像小时候会哈。我小时候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不是，我说我刚跟你交往的时候，20岁的时候好像会一点点。我那时候一紧张就会流手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手汗有很多原因，我真的会流手汗。现在比较不紧张了，所以说让大家知道我感同身受，所以我今天特别流了手汗。好，这支忘了流，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你那个是酒精吧？特别流了手汗呢。来讲流手汗，烂死了。我们今天是来讲这个手汗哈，要回答2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有关于手汗皮肤的保湿状况，另外一个事情是流手汗能不能够处理指甲的问题。那么你今天会跟我一起呢，还是就会慢慢跑出去？飘过去了。这么好，这么随便，片头。手汗皮肤的保湿，手汗很严重的朋友哈，其实他的指缘保湿一般都不会很好。换句话说，流手汗的人需要更认真的去涂抹保养产品，而且保养品里面呢要避免会黏腻、不舒服、阻塞毛孔的成分，里面的植物油也要选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谈到手部的保湿，当然推荐自家产品，你宝贝的天然精油产品，紫月和万用膏。好，我们会建议适量涂抹。对于手汗的人来说，越多次越好。当你把手汗擦干之后，我们就建议把保湿做一下。不流手汗的时候，也要勤做保湿，这样子保湿才会顾得好。流手汗能不能处理指甲的问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流手汗一样可以处理指甲。但是流手汗的人，其实他的皮肤状况是比较差的，所以处理指甲的时间也会相对的被拉得很长很长。对于在指甲形状或长度中后期的进度啊，基本上几乎都是看皮肤改善的状况。那这样子没两声下，我们就把这一次的主题给大致回答完了啊。如果说各位有兴趣去深入了解为什么会这么回答的话，那么请跟着我一起往下看。你宝贝问题指甲专门店啊，在进入主题之前，当然要业配啦。我们你宝贝问题指甲处理专门店是由 Peggy，Peggy 再抓进来 ，Peggy， 我过来了。好，拜拜。是由 Peggy 去温哥华学回来的。那2008年创立至今，我们专攻指甲形状的调整跟处理。目前服务已经超过5000位客户啦。手汗症是什么？手汗的英文来打在上面，其实我是不会念的。那根据我们搜寻来的答案啊，手掌汗液分泌过剩就是手汗。在医学上来说，它确实发生的原因是不知道的。但是目前医学上普遍认知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而引起。这个讲的是不是太文绉绉了？没有错。那我们就讲白话一点。我觉得流手汗什么时候会狂流手汗呢？有一些机会是很有可能会流手汗的，例如说温度高或湿度高的时候，或者是紧张、兴奋、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些微有点焦虑对自己要求完美的人，只要一旦觉得哪边不对，就会流手汗。那通常来讲，常见的状况是以上3大原因是互相循环、互相影响的。首先是周遭环境，可能周遭环境热了一点、湿了一点这个时候呢，就流一点点手汗。流手汗了，你发现自己流手汗了，那就更紧张，然后就更流更多的手汗。流手汗之后就会觉得不舒服，就想去擦它，就想去弄它。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更紧张、更不开心，而流出更多手汗。所以说这几个循环会一直不断的环绕，一直不断的环绕，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手汗一流之后就止不住了。
那什么时候会止住？就忘记这些事情的时候嘛。手汗带来的困扰，所有手汗严重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流手汗的时候手部会非常的湿，就像把手泡在水里面一样。这个时候会需要一直把汗水擦掉，有些人会擦在衣服上、裤子上，或者是带一个抹布去擦它。当你把手上的水分擦掉的时候，同时也会擦去皮肤上的油脂。当流手汗的时候呢，我们的外表皮会被那些水呢泡得烂烂的。可是我们不流手汗的时候，因为油脂都被擦光了，所以说反而会有干裂的现象。手汗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大多数流手汗的人呢，因为觉得手汗很不舒服，所以长期的会一直过度洗手，想到了就洗，想到的就洗。因为过度洗手会导致指缘红肿发炎，甚至会让手部皮肤产生硬茧以及干裂的状况。这些问题呢，不断的重复之后呢，就会让破坏手指的恶习就越来越重。所以如果说你又流手汗，又会抠手指破坏手指的话，哇，那个问题简直是雪上加霜，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个时候下个小结，那就是手汗让保湿超困难。这时候如果荧幕前面的你会流手汗的，应该和我一样在点头。手汗让保湿真的很困难的。充满汗水不是保湿。在讲解手汗跟保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汗水不是保湿。汗水不是保湿啊！很多人有时候会问我，会啊，我流手汗啊，所以应该很湿啊，我应该不需要保湿吧？No， 那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保湿这个字原本就是不是这么正确的用法。保湿其实是保持表面的油脂。手汗呢，总是有不流的时候吧？不流手汗的时候呢，你的表面因为没有了汗水，也没有了油，那这个时候就会过于干燥。过于干燥之后呢，皮肤就很容易会长成硬茧或裂掉，或者是水泡，或者脱皮。所以我会建议流手汗的人呢，要养成定时或者是清洁完之后就立刻做保湿的习惯。也就是说，你可能洗完手就保湿，你把手擦干就稍微保湿一下，即使是在流手汗的当下，也应该要做好保湿，赶快把油补回来。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流手汗，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办法让手上至少保持一点点的油脂。在这边我们又要提到一个一直不断在讲的事情，那就是保湿呢是补充油脂而不是水分。保湿呢是补充油脂而不是水分，否则的话把手放在自来水里面就好了嘛，对不对？手汗症的保湿重点，对于手汗的人要选用保湿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要选用细致不阻塞的原料，也就是那些会堆在表皮的东西最好都不要使用，而且也要避免化学以及不吸收的成分。有很多成分是假保湿，它不是真的保湿，它是在表皮形成一层保护膜而已。一般的保湿配方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成分是去遮盖表皮，让水分不要散出来的。但是这些配方对于手汗的人来说，就会让人觉得闷热不舒服，而闷热不舒服就会流手汗，流手汗就会下意识的把保养品都给它擦掉，所以导致于保湿会白做。不免俗的又回到了你宝贝的指缘油跟万用膏，我们就采用天然的精油跟植物油的配方，在长期少量多次的使用之下呢，无论是否在流手汗，我们都建议要持续的补充皮肤表面的油脂，那才是一个好棒棒的方法。流手汗能不能调整指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有问这个问题的，我们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流手汗一样可以调整指甲。因为问题指甲的来源是根据于皮肤的，所以皮肤的健康决定了问题指甲处理的成败。会流手汗呢，当然会让处理的时间大幅的增加，而且会让成本增加，也会让困难度增加。
但是流手汗不代表不去处理指甲的问题。在这边我们再来小结一件事，那就是手汗已经很麻烦了，别让指甲让你更困扰。手汗已经很麻烦了，不要让不好的指甲让您更困扰。哇，这是金句啊！流手汗调整指甲的例子，流手汗又破坏指甲，而且成功处理指甲的例子其实不少。但是流手汗的人呢，普遍会觉得比较害羞啊，比较自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说愿意分享的人就很少。所以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适合拿来分享的案例。如果您会流手汗，而且愿意分享的话，那欢迎你来当我们第一位流手汗可是又把指甲变漂亮的成功分享者。手汗客户调整指甲的方法，基本上手汗者的指甲调整和一般人差距并不大，最重要的差别是要有极佳的日常保湿，然后我们一样会使用调整型的人造指甲去处理，并且呢，当我们知道你会流手汗之后，所有的制作过程当中都会全程开着风扇，让那边的空气比较凉，然后水分赶快带走，并且我们会默默的准备好擦手的毛巾跟擦手的纸巾，让你随时可以让手部保持干燥，而且我们还会避免提及手汗，避免让你变得比较紧张，而手汗就一直狂流。所以说绝大多数流手汗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做指甲处理的时候呢，通常第一次都会流手汗，流得很严重。可是随着越来越有自信，随着手部皮肤越来越好，随着保湿越来越进步，反而到了后期有很多客户手汗是越来越不流了，甚至还会遇到一开始第一次会流手汗可是后来结束的时候竟然不会流手汗的客户。所以流手汗真的是很神奇有时候一切都顾好了，手汗问题自然就解决大半了。手汗的保湿与指甲调整又到了结语的时候了。结语来下个大标题，那就是手汗的双手日常保湿很重要，而且可以做指甲的处理。既然想要保湿，我们就要谈到妮宝贝天然精油系列，它是我们在处理指甲问题的时候这一路上的好帮手，而且等你处理完指甲问题之后，也希望能够继续顾好皮肤的健康，这样子才不会让指甲又回到过去不健康的状况，而又来找我们花钱难赚，一次就好。我们今天的回答就回答到这边，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有任何想要讨论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哦。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和大家说拜拜，来。那滑过来了，拜拜。你就快了到喽，拍照已经拍完了，拜拜。真的要拜拜了，拜拜。乖乖呀，乖乖要看镜头，镜头在这里呀。